今天这首《赵氏孤儿》，我最想讲的不是赵武，也不是报仇，是陈英。因为《赵氏孤儿》这故事，很多人会先想到的是忠义，再往下会想到舅姑、长姑、父赵，这些都没错。可我觉得这故事最让人放不下的地方，不是有人替赵家去死，而是有人替赵家活下去。有些故事死很难，可赵氏孤儿最让人难受的，常常不是死的那个当下，而是死过之后，活着的人还得把后面的日子一天一天的熬完，而且还不是干干净净的活着，是要背着污名，背着误解，背着所有人看不起他的眼光活着。这也是我这次做这个专案一开始就很确定的事。我不想把它只做成一个讲复仇的故事，所以这故事的主角更应该是陈英。不过赵氏孤儿这个题材也不是一开始就长成大家现在熟悉的样子，它其实有一条很长的演变脉络。如果从比较早的文献来看，像《左传》《国语》里面都已经有晋国赵氏相关的题材，只是那时候中间还比较偏重在晋国内部的权力角逐、家族兴灭和朝堂斗争。也就是说，赵氏怎么被打下去，又怎么留下血脉，这条线其实很早就在了，但那时候它还不是后来大家熟悉的那种完整的悲剧形式。再到司马迁的《史记·赵氏家》，这个故事才开始更完整了。司马迁把它整理成一个比较清楚的叙事：赵家遭难，收孤逼近，陈英和公孙杵臼联手救孤，最后赵氏得以延续。到了这里，陈英、公孙、赵孤这几个人的位置已经比前面的材料更加鲜明。可是即便如此，这时候的赵氏孤儿还比较像是一段史传里的悲事，它有悲也有义，可是还没有完全长成让人听完心里发酸的剧场感。真正让很多人今天一想到赵氏孤儿，就立刻想到收孤救孤、遗子万命、忍辱偷生的这些画面，其实是后来的戏曲版本。尤其到了元代季君祥赵氏孤儿的大报仇，整个故事的戏剧张力就一下子被推高了。原本史传里的悲事，到了这里变成了一个真正会扎进人心的悲剧。你会看到那种不是只有赵家有没有留下一脉，而是这一脉到底是拿什么换来的痛，开始被放到最前面。所以如果要很简单的说，左传、国语这一路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事件的历史骨架。史记、赵氏家让这个故事开始有了更完整也更能传下去的形状。到了季君祥这里，他才真正变成一个会让后世一再改写、一再讨论，也一再掉眼泪的故事。这条演变的路线我觉得很重要，因为一旦你把这些版本放在一起看，你就会知道赵氏孤儿不是一开始就只是孤儿复仇记，它是从家族兴亡、朝堂争锋，慢慢演变成一个把忠义血脉、牺牲私情全都压在一起的故事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它后来才能传到更远的地方。赵氏孤儿其实很早就传到西方，它不只是活在中国的戏曲里，后来也被译介、被改写、被放进西方人自己的悲剧眼光里。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只能被关在东方文化里才能被理解的故事。这也是我很想讲的一点，因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，很多故事最后之所以会被留下来，不是因为它属于哪边，而是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不只会有恩怨，还有命运的碰撞。而赵氏孤儿就是这样的故事。很多人会把它拿来和哈姆雷特这类王子复仇的悲剧相比，这样比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因为表面上来看，他们确实有一些类似的地方，两者都有家族被害，都有血脉幸存，都有真相被掩盖，也都有一种迟来恢复名分的感觉。所以如果只是粗略来看，你会觉得他们很像，可是一旦真的往里面走，你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异其实非常大。哈姆雷特这类的故事比较像是在问一个知道真相的人该不该报仇，能不能报仇，报了仇之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可赵氏孤儿更让人追星的地方，不只是赵孤怎么复位，而是陈英、公孙杵臼这些人怎么先替他把命撑到那一天。所以如果说哈姆雷特是在问一个人知道真相之后怎么活，那赵氏孤儿更像是在问一个明明不能说出真相的人，怎么把别人交到自己手上的命一天一天守到最后。两种痛法很不一样，一种是知道之后怎么办，一种是知道了也不能说，还得先装成另一个人活下去。
所以我这次写歌的时候，心里一直很清楚，我想靠近的不是那种最后翻身的痛快，而是陈英这个人怎么在不能说、不能哭、不能倒下的10几年里，把一条换来的命守到最后。而且越做，我越觉得陈英真正让人过不去的，还不只是他义子，而是义子之后，他还必须背负着所有人看不起他的方式活下去。公孙杵臼是明明白白要赴死的人，那种烈，那种决绝，大家都看得见。可陈英不是，陈英要做的是活成那个可能连自己都看不起的人设，成天低着头，装成那个慢有求荣、贪图富贵的人。要把所有的真相都压在心底，让赵姑先活下来。我觉得这一层比单纯的赴死更让人揪心，因为相对死来说，有时候死是一瞬间的，可忍辱偷生不是，那是必须承受经年累月的心理压力。所以我在歌里才会把那条线写出来，不是只写公孙赴死，也不是只写赵姑被救，而是写陈英怎么在人前把言不由衷的话说出去，怎么让自己背上污名，怎么连一滴泪都不敢掉错地方。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层，赵氏孤儿就只剩下义，可把这一层放回来，他才重新回到人性。可是这故事我做到后来，真正最让我过不去的，反而不是陈英，不是公孙，也不是赵姑，是陈英的幼子。因为公孙杵臼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，陈英也是，可陈英的孩子不是。他在还没有机会说出愿不愿意之前，命运就已经替他做了决定。我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，其实常常想到这里，就一直做不下去。因为我自己也是2个孩子的爸爸，我一想到如果今天我是陈英，我有没有办法拿自己的孩子去报这个恩？我心里的答案其实很清楚、很直接，做不到。就算是天大的恩情，我也不能替我自己的孩子去决定他的人生，因为那条命、那场人生是他的，不是我的。所以赵氏孤儿最让我痛心的地方，不只是忠义有多伟大，而是在忠义的大旗底下，还压着一个根本没有权利选择的孩子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后没有办法只把这首歌写成忠义，我还是得把那孩子的影子留下来，不然这故事对我来说就不完整。所以我写到最后才会留下那句：幼子幽魂能速活，问天何处答无声。因为这个问题，我不敢替陈英回答。陈英可以报赵氏，可以报公孙，可他能不能报自己的孩子？这一笔账到最后，恐怕连天都未必答得出来。所以这次这首《赵氏孤儿》，我想写的不是一个痛快的故事，我想写的是命在，是有人先替别人去死，也有人替别人把活路硬生生守到最后。可是就算守到最后，有些问题还是没有答案。而我觉得真正会让人记很久的，不是那些答案都很完整的故事，反而是这种你听完之后，心里还一直放着一个问号的故事。所以，当你去听这首歌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首讲忠义的歌去听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一首讲忍辱的歌去听。但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更希望你把它当成是一首在问：当一条命是拿另一条命来换的时候，活下来的人该怎么背负着别人未完的人生，走完后面的路？闪射岁岁天霜白破窗，夜夜听风鸣，纸上只教写的手，眼下鲜血白无声。深更没到后见今夜梦头吞半点气，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旧案今朝方可白，无名又自负已尽。人把余生心安处，只求朝不负旧踪。朝堂哭泣一夜定睛，重逢旧族名，卒死为主，重新点相安，多年仍未闻。血府长街生不动就罢，犹在明有情，一托一孤案，赵氏更亲，一死报公孙。此门血冷等将尽世界，霜中绿痕深，成阴村赵真公之来有重量
摇魂能数否问天？何处大无声？